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另外是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美军的午夜之锤行动揭秘哦，让世人震惊。那它的背后的运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白宫把这个原本的计划给公诸于世，包括2批 B-2七敌东非伊朗。第一次动用所谓的这个巨型钻地炸弹哦，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地形图，它是从美国的这个密苏里州起飞哦，这个时间可能要飞18个小时才能到达伊朗，而美国的战术是有歼七敌哦，他假装派出了6架 B-2轰炸机起飞，跑去关岛假装说我要到关岛去。另外，他的主攻部队7架 B-2主力打击编队，就是我刚刚说的，从这里美国的密苏里州一直飞向东飞行18个小时，抵达伊朗，直扑伊朗那另外有 F-22、F-35等4代，还有5代战机组成的护航机队帮 B-2来做一个所谓的空中敌机的清扫，还有对空飞弹的威胁的一个清除。那另外还有助攻部队，这是美国潜舰对伊朗核设施发射超过24枚的战斧巡弋飞弹，看起来非常的缜密。那我们看到 B-2轰炸机最大的航程是11000公里。刚刚好就是美国到伊朗的距离那另外美军说他们介绍这个行动的详细细节，包括刚刚我讲的方方面面，他们都说了，而且准确的袭击了3大核设施在伊朗的3大核设施。那美军的参谋长他就讲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他说整个轰炸行动干净利落在美东时间21号18点，就是晚上的6点40分到7点05分就结束了7架 B-2轰炸机安全撤离伊朗的空域，打了就跑。那伊朗的战机甚至都没有出动。CNN 就做了一个内幕的报道，他说其实美军在出发前有通知伊朗他用秘密的管道讨论，向伊朗传达我要去了，我要攻了，我要飞过去了，说是跟伊朗讲了，川普下令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空袭那范围会有控制，我不会伤及其他的无辜，我也不会波及到其他的建筑物和人。那未来重点来了，我也不会再进行空袭，他是这样讲的。那因为我刚刚说了嘛，从美国本土飞到伊朗要18个小时，所以伊朗在18个小时之前可能就已经撤离了所有的核设施了所以你怎么打，可能也打不到它的这个所谓的浓缩铀或者其他的一些设备。这个是美国的大成功吗？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卫星的影像图，伊朗的这个福尔多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核浓缩铀的被放置的地方，山头看起来有被炸垮来看一下，山头有被炸垮。CNN 说美国对福尔多的空袭在2个相邻的地点，似乎至少留下6个大弹坑。毕竟你出动的是巨型的钻地飞弹6个大弹坑所以他们说至少显示美国使用了这个钻地弹。那核设施到底有没有受损，还是说就如伊朗说的我已经把它撤离了呢？伊朗他自己有本土的记者，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一个记者，他在这个地方做这个 stand 做报道透过画面您也看到了，他说这里就像没有发生过攻击一样，他认为完好无缺，看起来都没有什么异样这个是他的实况报道，你看他是在车上拍出去的那我们看到呢，是不是只有轻轻的受伤因为川普在第一时间发布的一个讯息是说，我们彻底的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可是看起来从卫星图从地面的这些记者的报道看起来好像是轻伤凸显了美国攻伊朗的困境包括我们来看看呢，美军轰炸前伊朗的浓缩铀，这是很多这个媒体的报道，早就转移了吗？非常有可能沙烏地的核能局说当地没有核辐射的污染痕迹因为如果你摧毁了嘛这个核辐射可能会扩散，可是没有侦测到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美国媒体的报道，从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一直到严重受损，所以现在讯息其实蛮混乱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美国这边哦，看起来也是每一个这个所谓发言人或是各个单位的讲法也不太一样。美国的国防部部长是说彻底摧毁伊朗核子野心哦。那另外范斯，这是美国的副总统说，美国没有跟伊朗交战，我们没有要跟他宣战呐，我只是把他的核武器核计划给摧毁，所以是跟核计划交战。可是国务卿 Rubio 他怎么说？他说，如果伊朗打电话来，美国已经准备好达成和平，赶快和平吧，没有要继续打了呀。可是川普自己的说法又不太一样哦，他说如果伊朗要继续抵抗的话，我一定还会加码再攻击他。那伊朗的最高领袖说，以色列铸大错必受惩罚，这是哈米尼他们的实际的领导者，也是精神领袖，也是在这个宗教上面大家最遵从他指导的人。他说，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已经铸下大错了，讲的是以色列犯下了重大罪行，必须而且正在受到惩罚。所以你看到呢，伊朗革命军说，他们已经在驻海湾地区的海军力量都已经 ready 了，好，军舰、舰队还有无人机已经待命了哦。那他放话要报复性的攻击美军基地。大家知道，美国在中东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美军基地，而且美国的媒体也非常担心呐。美国的本土会不会卷进这个冲突？伊朗的导弹3分钟就可以达到就可以进驻这个攻击中东的美军基地这个还是中东而已如果是到美国本土如果有恐怖攻击，美国人民很害怕。先请教张延廷将军。那这一次美国动用了 B2 逆中轰炸机，也运用了这个碉堡克星呢，就是转了钻地炸弹，他派了7架。然后又做了战略佯动，这边派了6架，这边派了7架，总共动用了就13架。美国的 B2 只有19架，那几乎全部动用，因为什么？妥善率大概60%到65%，就是13架，就是那这一次，我认为美国是做了一个，就是挺以色列而已，真正能够对核设施能够产生重大的效果，我认为不见得，因为伊朗的核设施这3个地方包含福尔多或纳坦兹，还有的就是讲的伊斯法罕这个东西都在地下。那你在地下的话，你这样炸的话，它在地下是蜿蜒的，你怎么样去炸？在表面上你可以做命中，但是在地底下你怎么做命中？而且它又很深，这是高原地带，标高1200公尺然后它这个往下面直接钻进去就可以了，它不是向下挖，它是下面钻。所以这个深度是很厚的，钻地炸弹碉堡克星对它来讲所产生的一个摧毁的效果是有限的。所以美国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阿米体斯的侦察机还没有收集到辐射层，美国的 RC-135U 也没有收集到辐射层啊，或者辐射没有外泄。换句话说，伊朗的地下的核设施，包含它的离心机，包含它的已经提炼出来的400多公斤的浓缩铀，可能到达70%的浓缩。我们讲，你只要3%就可以测出来，辐射层出来了，它都没有70%。换句话说，那个川普有没有后续用兵？没有后续用兵，那这个战略目标是什么？战略目标我挺以色列。那真正要用兵很简单的嘛，派人下去嘛，地面部队下去嘛，或空降部队下去。但是问题是，这3个地方核能设施地方距离波斯湾600公里，你怎么派地面部队过去？你要派空降过去特工把它去炸毁，完全达到完全的迫害。但是你怎么撤出来？你可以空降下去，但是你怎么撤回来？美国没有任何一架逆中运输机啊，马上那伊朗的这个地对空的飞弹对这运输机干掉怎么办？这是很大的风险。所以不空中过去，不地面过去，炮轰炸，在长于久地之下，这个美国对伊朗的核设施的破坏，我认为是相当有限。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辐射，而且这个还可以把它运走，运到另外的地方，或者在原地下藏到更深的地方。那你地面上不过去，那让伊朗现在有所警觉，那是不是对美国的战略目标的达成？我认为只是展现到挺以色列。那我们先来看，那伊朗要什么动作？我认为伊朗只会做局部的报复，因为它真正的重点、真正的敌人是以色列。它的导弹对以色列就可以了，它干嘛要对这个美国的附近的，不管在阿曼、卡达，或者是伊拉克，或者是在沙特或者阿联酋，甚至在叙利亚这些
伊朗对这些美军的这些阵地都可以地对地方可以打得到，但是问题是没有必要。它的重点在哪？伊朗的重点指向就是以色列，干嘛这时候要去触怒美军呢？那只要对美军重点达到一个形式上的一个报复效果，伊朗就够了。真正的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弹道飞弹或者是无人机对的就是以色列。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美国并没有对伊朗的核设施造成毁灭性的这种效果，是有限的，但是却达到了这个战略威慑而已。那伊朗后续的话，那个想要这个以色列要去追杀哈梅尼，就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我认为效果也非常有限。为什么？他也产生警觉了嘛，因为打草惊蛇，他也知道了旁边的革命卫队以及他的圣战旅都出来了保护住，所以要去狙杀哈梅尼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所以我来看中的这个局势啊，还有得观察呢。是，来请教亮哥。我觉得那个民主党的参议员舒曼啊，他讲的蛮对的啦。他说川普是既无准备，也没有战略，也不知道明确目标是什么。你如果真的要摧毁，你要拿出办法啊。那你不可能，我觉得有很多军事专家都跟川普讲，你那个是没有用的啦。因为我跟你讲，这个 GBU-57啊，钻地弹，它是在估算的时候是在厚土层可以穿透60米，可是这个地方是花岗岩啊，那伊朗为了做保护，还做很多层的混凝土，那它是在90米以下，你怎么可能炸得到？所以明知必败的任务，那你是要干嘛？难道只是要秀你挺以色列？我认为他做这个动作可能有几个用意啦，因为我们真的很难想象一个堂堂的国家领导人，而且是世界最强的国家的领导人，才刚讲说2个礼拜之后我做决定，隔天就反悔了。所以我只能够去猜啦，可能有2种状况。第一个状况就是有人来紧急跟川普讲，说2个礼拜以色列就垮了，以色列撑不到2个礼拜了，防空飞弹都不够用了。不止这样，还有它被炸的地方，因为它太小，像伊朗今天在炸它的科学园区啊，我就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炸，我看你怎么办啊？那第二个是纳坦雅胡讲了一句话，说美国不帮忙也没关系，我们自己来，自己动手。那以色列怎么自己来？核武，那就是用战术核武嘛，这多可怕！因为犹太人是很精明的，他们算过，要炸佛多那个地方要用100吨当量的核弹啊。所以我认为川普是这2件事他都没有办法想象嘛。以色列垮了还得了，对不对？如果以色列自己来干，那还得了？那不是核战争嘛？所以他才决定。所以你看他那个动作之大，吹牛吹成那个样子啊，包括他吹牛，那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跟进吹牛。这个为什么要吹牛成这样？就是要以色列就认了啦，就说我们已经帮你做好了，我帮你弄好了啦，所以你有下台阶了，你不要再打了啦。我觉得逻辑上应该是这样，不然我很难想象美国你是要干什么因为。坦白讲，美国我们也看了很多他的军事行动，美国也是一个高度通常啦有准备，那知道怎样才会有效果。他军事强权嘛，他明知这个打了没用，他还要干，逻辑何在？我觉得他的逻辑就是：第一，他认为伊朗不敢报复美军基地了，因为在那个周边的美军基地有4万多人呢。他认为伊朗大概不会那么傻那他会泄恨到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你就认了，你可能会被再打个1、2次你要忍耐那这件事情就可以进入谈判那我美国已经帮你解决了，帮你处理完了那全世界没人相信没关系，你相信就好了。可是问题是伊朗会相信吗？不，伊朗已经公开了，伊朗已经有好几个单位都出来讲，对啊，说表面有伤。对我们的那个
浓缩铀没有影响。但伊朗这个以色列就不可能放过啊，他要摧毁它，不是吗？我跟你讲啊，如果到这种地步了，你以色列你要引发核战吗？那我再跟你讲伊朗的更绝的招好不好？伊朗如果透过什叶派民兵，在以色列境内丢脏弹，你受得了吗？伊朗没有核弹啊，可是它有浓缩铀，浓缩铀用传统炸弹炸开，它会有辐射啊。没错。那如果炸你的特拉维夫呢？有人估计是5到10年土地不能用，你以为只有你能够去炸人家吗？而且还有一招，以色列有没有想过啊？伊朗如果去炸你的核设施呢？以色列的核设施在那个Negev 沙漠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水厂，你以为伊朗炸不到你吗？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已经是有点恐怖平衡了。所以美国就是说，我就做一个大动作，那我就吹牛嘛。美国那个情报总监都跟他说，你这个没有用啊。后来闭嘴啊，闭嘴啊。以色列心知肚明啊，可是你要收场啊，重点是收场啊，因为是你惹的啊。对，如果这样收场可以大家成功的，就是从楼梯走下来，那也就罢了。可是如果有人不愿意嘞，那不就没完没了了吗？老师？我相信这个内塔尼亚胡是不愿意的啊，他自己的这个政治生命豪赌在这里，所以他也希望能够继续。那 Trump 我觉得他也是作秀王了，我就必须要讲了，真的是他这一次说2个星期，然后他说我就是不可预测，所以我变成1天之内就改变了主意啊。他这种态度，我觉得未来没有什么领导人会跟他谈话，真的是，因为他跟你答应的事情几乎都会反悔，或者做不到嘛。either 就是他 chicken out， 或者就是说他做不到。那然后呢，我觉得范斯这也是更棒的，讲了一句说我们只是跟伊朗的核武宣战，没有跟伊朗人民。那这种以后大家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说话了。会不会北京也学了说我们是跟民进党对抗，我们不是跟台湾人民啊？那你这种话术啊，最好不要从美国开始。你是世界的领导国家，结果你今天用这种，我说老实话，不负责任这种我用一个不好听的，可能电视上不好讲，很贱的一个这种说法会让别的国家学到以后都用这种，因为你美国开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对。刚刚我们讲情报总监，其实 Gaba 他已经说出来，他说没有核武，那川普马上就说没有，你搞错了，那他当然不能讲话，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川普这样子不听你的这些幕僚的这个只相信自己的说法，然后幕僚所有我们讲建设性的这个建议都不会被听到，那这个国家只会越走越偏。我觉得他现在，当然你说今天把这个哈米尼给换掉，或者什么，他也85岁了，你觉得伊朗后面会没有人吗？我觉得还是会有人嘛。那我觉得更让我们觉得很讽刺的就是，你美国当年跟伊朗关系多好啊，就是在这个巴勒维国王时候，那个时候伊朗的第一个核子反应炉是美国搞出来的啊。那你现在去摧毁，所以美国怎么老是在复制同样的东西啊？支持这个阿富汗，然后又造成这个问题；支持这个宾拉登，然后宾拉登又变成你的问题。你支持伊朗过，然后后来翻盘。我觉得美国这一套的外交思维，要做一个重新的检讨。那川普一开头是对的是说我们不卷入任何的了，结果你看还是忍不住。对，我觉得他这个英雄的这种想要出风头、占这个抢这个镁光灯的这个习惯，必须要改掉。是川普他这个违反了美国过去46年来自己这个保持的记录，就是不介入包括伊朗像这样子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战争某种程度他现在其实已经 involve 了，对，已经 involve 进去了所以你看到全世界其实反应非常大，很多反战的示威在全球各地被点燃了包括伊朗，当然它是事主嘛，日本、美国本土，像是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几个大城市都有反战的示威游行。洛杉矶这个地方，大家看到
有一些反战示威民众手持不要伊朗战争，把手从伊朗拿开等等的标语抗议美国轰炸伊朗。而另外华盛顿你也可以看到呢，在华府拉法叶公园前面也是一样有民众手持把手从伊朗拿开这样子的标语也是反对美国参战。而纽约那当然你可以看到呢，满坑满谷都是人，在街头上都是反战的人群。在伊朗，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伊朗本土伊朗民众走上首都德黑兰的街头，高呼“美国去死”，并且挥舞打倒美国的旗帜。伊朗总统呢，在礼拜天的时候，在德黑兰跟学生一起参加反美的集会伊朗人他们情绪非常的高昂。日本一向看起来是比较平和，可是这一次也有人走上街头日本人说我们最有资格谴责川普所以你可以看到全球的反战的游行真的是遍地开花。而现在在中东有一些组织打游击的这些组织或者是民兵也按耐不住了，包括也门叛军已经开始重新袭击美国在红海的舰队他说你对我伊朗的侵略是对伊朗还有伊朗人民的公然宣战所以他随时要准备攻击位于红海的美国舰队还有军舰。那另外我们看到呢，美国自己本身的城市也非常的警戒美国国务院发布全球警报，提醒美国公民提高警觉，也警告可能发生针对美国公民和海外利益的示威行动那另外我们看到 NBC 的报道是好几位美国官员说，在美军对伊朗轰炸之后伊朗曾经透过空袭前曾经透过中间人向川普传达警告，如果遭到攻击他会启动美国境内的潜伏恐怖分子。这是我们刚刚讲美国本土美国民众很担心像一些像911那样的恐怖活动如果再来还得了。那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忙着大外宣以色列说他袭击了伊朗6个机场，也摧毁了15架战机还有战斗直升机，并且公布相关的图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非常接近达成消除伊朗2大威胁，包括这个弹道飞弹的威胁，还有核武计划的威胁，我们已经快要达成了，几乎都把他们给消灭了那另外我们看到以军他5天狂炸伊朗1100个目标那同时他说我们享有史无前例的作战自由，我们完全掌握了空优。那伊朗是塑胶做的吗？当然不是。我们看到轰炸过后，伊朗就开始展开对以色列的空袭报复你看它的导弹不断的往这个以色列来发射，而且呢有超过1/3的导弹没有被拦截成功因为过去大家认为以色列的拦截系统是非常厉害的，可是现在呢我们看到2批以色列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那总共有10处击中目标，也就是说大概有1/3的导弹没有被拦截成功所以就外界就想说哇，以色列的弹道飞弹这个拦截系统是失灵了吗？还是不够了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画面，这是以色列大城海法一处的住宅区遭到飞弹击中，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包括这个已经满目疮痍了，而美国 CNN 的记者也拍到这一幕，这是以色列的台拉维夫遭到伊朗飞弹袭击之后，我们看看现场的报道。We're walking up now into the blast damage site in Tel Aviv.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ve been able to get in here and take a look. Oh my goodness. Oh my goodness. Look at the buildings. Look at these buildings. Look at the buildings here. Right along her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ve been able to get in and take a look. We've been able to see this apartment building. 地点在特拉维夫，这是以色列的首都。你可以看到那个整个建筑物已经是被炸得稀巴烂了，非常的这个可怕。因为过去我们很少看到以色列被炸成这样。而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的人民也很生气他说：“你看，我们每天都有孩子，有妇女死亡。”我们来听听看他们怎么说。Welcome to Israeli morning. You see it in life. You have to understand. Kids, women, people, civilians dying over here every day. Every day. This is live images.
And I don't care if I'll die over here, but you need to understand what we're going through over here. This is on top of our heads every day. 不少以色列的民众呢，其实也反对纳坦雅胡轰炸伊朗的行为。不过这个已经开始交战了，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我们看到大批的以色列群众逃往塔巴，这是什么地方？其实就是在这个埃及，因为他们逃到这个埃及去，某种程度可以得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处境，所以你看到大批的民众开启了大逃亡，在汽车站外面已经被塞爆了。这些是逃往塞浦路斯的队伍排得非常长的队伍。来，先请教亮哥怎么看？这场战争以色列一定要速战速决。所以当初纳坦雅胡决定要攻击伊朗的时候，你就要想好你如何结束啊。所以他显然就是低估了伊朗的力量嘛。第一个就是他以为把那个重要的人都狙杀之后，什么革命卫队的长官啦，还有核科学家啦，你狙杀这些人有什么用啊？那个革命卫队结果少壮派接上去啊，比原来那些人还凶。科学家还有学生。是啊，对啊，就是说你这个到底你要干什么？你最多只能够拖缓这个伊朗的核发展嘛。对啊，而且我们国际法是不允许先发制人的，你一定要证明对方有核威胁，你才可以做反制。那到目前所有的单位，包括联合国的原人总署，包括美国的情报总监，都说查无证据伊朗在制造核武。它就是核浓缩到60%，这个就是现状。你怎么可以打呢？如果你这样可以打伊朗也可以用各种理由来打以色列啊，不是吗？我就说我怀疑你在干嘛，就可以打了。所以以色列跟美国都违反国际法，而且这一次你可以看到，连欧洲国家都不支持美国所以我觉得现在以色列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而且因为他低估伊朗，那伊朗现在已经发现他那个铁穹，它的拦截率现在大概降到7到6成，所以你每天都被打到啊。那伊朗的面积是以色列的75倍，以色列的面积只有22000平方公里啊，是台湾的2/3那你的精华城市就那么几个特拉维夫我打，海法我来打。现在以色列是证券中心被打，钻石交易中心也被打，海法的炼油厂被打，海法的净水厂被打，外交官宿舍也被打。结果以色列的有钱人坐游艇逃到塞浦路斯去了。现在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呢。那今天我听说又去炸他的科学园区。那如果伊朗这样持续，我们也不要讲1个月了，持续2个礼拜就好了。以色列的 GDP 才多少5000多亿，有人估算说以色列这样，光是那个防御1个月就要花121到200亿美金，我没有讲重建的钱那你以为这些钱都是美国来付而且伊朗看这个样子，如果他认为消耗战持续对他有利，他搞不好就继续下去因为也会有一些国家给伊朗钱你以为只有美国会给你钱像是他也有中东国家有别的，你怎么知道？如果真的打起来，美国又介入，搞不好中国大陆透过巴基斯坦给军援因为这个跟俄乌战争不一样俄乌战争是俄罗斯打乌克兰，没有正当性这个是伊朗被打没错，对不对？对，来将军。我认为如果持续打下去的话，以色列占不到多大便宜，因为以色列不会发动对伊朗的地面战，因为2个相隔1000多公里。对，那个以色列不可能抽兵，然后派的海军去海上登陆，也不可能派空军去空降去到伊朗那边去作战。所以按照道理讲，那继续打下去会怎么样呢？我认为伊朗会逐渐占优势，毕竟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攻击跟轰炸由胜变弱了，先胜后衰现在感觉到好像有点力不从心我认为是因为4个因素让伊朗在这一方面呢逐渐有一些底气。第一个，伊朗够大，165万平方公里嘛，
那么大，那么大的话，它的纵深大，那个伊朗啊最宽的地方将近2000公里。这个纵深，那以色列怎么样去轰炸？他炸了1000个目标，但是问题是它更那么大，165万呐，太大了。这个战略中空间换取伊朗的安全了。那然后这个第二个，伊朗做了分散部署。这个分散部署啊，以色列再怎么炸，因为伊朗的分散部署又加上它的地下化，让伊朗的战损是有限的。那以色列的战果就有限啊，是这个样啊。那继续打下去的话，那以色列的它整个能够发挥的作战价值，摧毁伊朗的有生战力也会相对有限呢。那这样子说，伊朗不是就撑下去了？一撑下去之后，那以色列后续的火力还够不够？后续的装备还够不够？这都出问题啊。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伊朗是以飞弹轰炸代替飞机轰炸。那以色列是以飞机轰炸为主，伊朗是以飞弹轰炸为主。那现在以色列的对弹道飞弹拦截成功率有90%降到65%。那这个状况，那这样子穿透率就多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最新批号的反弹飞弹，你不管是剑山飞弹或者是爱国者飞弹，都用光了。现在是老批号出来，老批号出来的这些飞弹啊，拦截率会变差。因为你毕竟是最前面的，对旧的嘛，所以一定这样。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伊朗的这种穿透弹道飞弹的轰炸，对以色列会造成战损会越来越明显哦。因为那个以色列的拦截率会越来越差，越来越低，成功率会越来越低，会这个样状况啊。然后第四个，我认为以色列受限的，就是因为美国要给以色列这些武器弹药啊，会因为乌克兰战争还有其他因素啊，对它的补给啊、调拨的会慢慢减速。你这样的数量慢慢减少之后，那以色列的后续的有生战力就有限了。为什么？因为美国会调拨不过来，乌克兰战场也要，以色列这边有要，而且以色列前面已经要了一大批了，而且又已经对伊朗的攻击啊，又用了差不多了。那现在你还有多少的这个远距遥控武器？还有多少的这个反弹的飞弹可以用？对以色列他打算盘啊，以前的时候可以这个游刃有余啊。不要忘了，他在前面的消耗了对黎巴嫩，他全面消耗了对这个也门的胡塞组织，还有对这个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用了差不多嘞。所以现在的以色列底气快不够了，快要弹尽，这个又弹尽有点，看美国的调拨也有限了，美国调拨空间是有限的。那像以色列在这边会慢慢的先胜后衰，慢慢就跟伊朗这方面呢没有办法形成绝对优势。是。严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以色列过去大概50年了，大概从1970年到现在，从来没有面临过这么大的威胁了啊！以前都是零星的从黎巴嫩进来的这种恐怖攻击，真主党啊，或者是哈马斯啊，他们这种恐怖的这种用火箭攻击一下，没有这么大规模空袭到美国，只有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海珊好像说为了让美国觉得说你攻击我就丢飞弹到飞毛到这个以色列去，但也没有什么效果。那个也是35年前，就是以色列很久没有面临到这么大的威胁，那也难怪他们现在进入紧急状态在准备。那美国也担心要进入紧急状态准备，包括告诉美国人民啊，特别在城市里头。对，那我就在想说，我们台湾有没有做一个旅游警示？有说美国不能去是吧？不是说美国，是伊朗跟我的意思，美国自己说他自己对美国没有发布，对嘛？至少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但是美国现在加入那个，他说大城市高度警戒，这个外交部可能要稍微考虑一下，应该要考虑一下。那我觉得到处全世界在抗议啊，对，那各个地方抗议，我觉得都能够理解。我只希望我们20多年前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我们学者抗议写了一个名单，说反对小布希介入伊拉克这个战争，结果那个名单听说我们外交部交给 AIT 了，真的？对，所以我只希望我们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台湾会不会有类似的敢这么做，因为一做了以后，说不定那个名单就第2天就在 AIT 了。台湾没有反战的游戏，台湾没有这个反战，但如果有些人敢这么做，
搞不好那个名单就进入了啊，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今天日本这种，就是大部分日本是为什么过去在二战结束之后，他自己发动过战争，他就有那个和平主义这么强的，对哦，欧洲的各种和平主义也很强。大家看到今天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以色列像大家都可以同情。当这个哈马斯这个恐攻嘛，10月7号这个恐攻，大家都会站在以色列这边。后续当然有些对他的作为不满意，可是你这次你主动攻击啊，说是预防性的攻击，可是预防性攻击你要真的要证明到哦，已经到了你们就是那个证据要拿得出来，拿不出来，那大家都可以这么讲说，我觉得我今天。受到了威胁，所以我就先攻击了。可是说不定人家没有在威胁你，可能有人看起来恐怖一点，但是心地很善良也不一定，你就觉得他好像对你造成威胁，你难道去攻击他吗？所以我觉得现在以色列这个状况是比较在国际在联合国里头，我觉得要得到支持他的声音会越来越弱啊。但是美国现在跨党派还可以勉强支持。可是问题在这里 ，MAGA 的群众是不赞成的，是啊，那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范斯还会这么讲说，我们是支持啊，这个不是跟伊拉克打仗，因为你川普当时喊的就是我绝对不介入海外的战争，可是现在看起来就是有嘛。是好，我们看到今天以色列遭受到第21轮的攻击，来自于伊朗这个是来自于伊朗的新闻报道说伊朗当天上午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十架军用无人机大部分都击中了预定的目标那伊朗的报复行动不断的来，我们刚刚讲到了以色列的防空系统现在出现了弱点，越来越弱1/3的导弹。没有拦截成功请导播让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所以现在看起来以色列的境内很多的民众很担心因为这个导弹真的没有长眼睛。如果伊朗不断的第21批、22批不断的来攻击的话生命财产的损失会非常严重。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大家会惊慌的是，伊朗的国会已经批准了封锁荷姆兹海峡。这个是会对全球的包括运输啦、原油油价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卢比欧他就说希望中国政府出来劝阻他的理由是你中国的原油也要经过这里所以麻烦你去跟伊朗讲一下叫他不要封锁荷姆兹海峡。那中国大陆也是第一次在事件发生之后强烈谴责谁？谴责美国空袭伊朗的核设施。他说这样子会加剧中东的危机，并且这个行动已经严重的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国际法，加剧中东局势的动荡。而另外我们看到呢 B2 这件事情，大家知道他运这个飞弹过去轰炸嘛 ，B2 是一个隐形的轰炸机那现在呢，在技术上说是中国大陆缺少像 B2 这样子完全逆踪的轰炸机，所以他们自己也在做一些推演如何应对 B2。早期预警就是凭着包括太空监视，结合9天无人机500公里的红外线探测，提早预警，另外空中预警，这就是出动空中500的侦测然后呢，接下来是中国的预警机轻松锁定 F-35，引导歼20拦截。另外还有一个是主动轰炸用的是呢这个导弹东风26，因为它可以超过4500公里所以用导弹去摧毁它的 B2 的基地这个是中国大陆据说有3套剧本，早期空中以及主动轰炸。而另外我们看到呢，过去一段时间巴基斯坦跟印度的空中争霸那中国大陆做的歼10C1战机大出风头，所以这一次在法国的一个航空展看起来它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摊位门庭若市。那另外呢，标风战机的这个制造公司达梭公司的 CEO 说没有啦，标风被击落在印度，这是假消息。标风比市场上所有的中国飞机都好，可是呢，大家其实都会比较，所以法国航空展开展到现在，中国展台围绕的人数很多那沙地阿拉伯的军事代表团连续3天在这里可能也在考虑要不要买相关的飞机。另外最新消息是，普京8月31号要到中国去俄罗斯总统助理说他会停留4天，主要是出席第一个上海合作
组织的峰会。另外，9月2号出席跟中方的双边会谈。另外就是中国大陆有一个反法西斯的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所以罕见的停留4天。来，我们请教亮哥怎么看？我觉得霍姆兹海峡那个是伊朗国会通过授权呐，那接下来还要由最高国防委员会决定何时实施啊，那也可能永久不实施啊。所以这个国会只是授权决议，不是说就要真干了，要不要干由最高国防委员会决定啊。我认为伊朗万不得已不会做这个动作啦，因为你这个动作对以色列、对美国伤害有限嘛。你首先得罪波湾国家，那接下来是得罪东亚的所有国家。中国大陆是比较严重嘛，可是中国大陆伊朗的石油大概是7%，哦，那台湾、日本、韩国占比搞不好更高哦。不，这里就是我认为这个就是那了不起，就是造成国际油价飞涨啊。有人说会立刻涨到130嘛，so what？这个，那你伊朗到底在对付谁啊？所以我就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聪明的决定啊，因为你的对手还是以色列、美国嘛，而且伊朗最终还是要了解你怎么收场，你到底要什么，那可能还是要回到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啊。伊朗要的就是我要维持我的核浓缩的能力。我做到60%了嘛，那我就在这里 stop， 我接受国际原能总署进来监督我啊。第二，你要解除经济制裁，我觉得他要的就是这2个啦啊。那美国不同意，美国认为你核浓缩要给我降到0，不然就是你核浓缩的技术要放在国外。可是这可以谈判呢。至少到目前为止谈不拢嘛啊。那现在问题就回到以色列了。以色列这样可以接受吗？如果因为经此一打，发现你也没有办法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啊，那你凭什么叫我把我的核浓缩能力都放弃？如果我这样再打下去，搞不好不利的是以色列啊。我认为伊朗不会退缩了。尤其是他的那个宗教领袖都出来讲话了，说我们一定会实现我们的就是核能的一个意志了，所以我认为他的国家目标已定了啦，所以现在就是卡住了嘛，就是以色列就认为这个东西早晚会变成核弹，那以色列这样的忧虑，我认为是真的啦。可是伊朗本来你就没有办法阻止啊，你怎么阻止？而且美国一直有跟他在做核谈判的协议呀，谈到一半你就来打啦。我跟你讲哈，那川普第一任核浓缩只有3.67啊，伊朗都同意了，是你自己毁约，就是在奥巴马的时候已经谈好了，那时候只有3.67，结果你川普就退出了嘛，那退出之后，伊朗就做啊，就做到60%，赶工到60%，做到60%，那你60%要到90%，一般估计6到8个月嘛，那90%之后，再隔个六个月，大概就做出核弹了。对呀，所以这个就是现实嘛。你要把那个我们说是波斯民族啊，你把人家看得这么低能，你本来就不会成功嘛。没错，它是一个古老的帝国。对嘛？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来，请问将军怎么看这个空中的争霸？那这个在法国巴黎的这个航展，那个法国当然会，它是东岛地主国嘛，他一说会说他的标风战机很好很管用，但是我认为他的标风战机啊中看不中用。你看他这个，它第一个非常贵，它大概原来出来的时候一架1.6亿美金，现在已经涨到1.8亿美，因为通货膨胀嘛，东西会越来越贵嘛。它有2个发动机，也不错 ，M88 的发动机，这2具推力很够，它最大的速度可以到达1.8倍音速，哎呀，感觉推力也够啊。
但是你这个那么好，最大航程3700公里也很远啊，都没有错，你都很棒。但是问题是你打起仗来你就不行啊，因为在实战验证的时候，这个5月7号的印巴空战，你就被歼10C干掉3架啊，所以它的可能组合的战力、系统化的战力出了很大的问题。那中国在这方面歼10C在它的系统化跟组合的战力已经完成了，所以歼10C它有实战。它有3个优势，第一个，它实战确实击落了标风战机，就是它有实战的经验，这个就是个金字招牌。第二个，它便宜，大概一架歼10C大概6000万到7000万美金，那跟大概是标风战机的一半而已。那这样的那歼10C它就有这方面的优势。那第三个呢，这些歼10C的后勤补给保障的价格也是便宜。那你后续我们买了这个东西之后啊，不要忘了后续啊，还有这些系统件啊、定期更换件都要换啊。这个歼10C的它的价格也是很便宜耶。你会想到后续维保，就是我们讲到吃到的不是军事投资的费用，是吃到的作业维持的费。那作业维持费啊，好像买这个后续的维保这价格是比较低廉哦。所以歼10C大概有这些优势，所以我就认为了标风战机它的性能一般来看也不错，但是问题是出在重看不重用。那现在我们要看这个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这个 B2 啊逆中轰炸机啊有没有办法？我认为除了人造卫星，现在人造卫星可以去抓那个飞机起飞的，因为你是逆中，但是问题是我电子光学 EO 相机看得到你啊，雷达你可以遮蔽，但是问题是电子光学你们遮蔽不掉，所以人造卫星会首先发现，再加上了我们讲的这个空中预警雷达也会抓得到它。另外一个，中国大陆现在战机有红外线侦测假装，所有的飞机都要排热，你一排热就被人家抓到了，有热源在跑虽然雷达看不到，但热源在跑，抓到了，所以这个样，所以这个 B2 的逆中轰炸机想要对中国大陆动手的话，我认为也占不到多少便宜。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知道伊朗的国会已经批准了这个要封锁赫尔姆兹海峡，那这个事情大概对全球都会有影响哦，老师。我觉得当然就是如果真的封锁会有影响，不是只有伊朗的油哦，还有里头包括巴林他们这些地方的油都会有受到影响哦，所以不是只有伊朗一个国家，而是波湾这个整个都会受到影响，所以量是还蛮大的。可是对美国来讲，可能并没有。冲击没有那么大，最大的冲击是亚洲了啊，所以刚亮哥已经讲了。但是为什么你要求中国这么做？中国才谴责你啊，不应该轰炸联合国监督之下的核设施啊。你今天等于是美国打联合国 IAEA 耳光嘛，就是他跟你讲什么你不相信，你去炸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在这场战争当中是对以色列比较谴责的多一点哦，是呼吁以色列要停火，然后双方要能够进行谈判，但是他没有要求伊朗要停火，他只要求以色列。所以你美国在这个时候忽然想到要去找中国，我觉得有点脑筋不太对。